中国坐了1天的巴士来到泰国的第一个新城，在湄公河畔繁忙的快艇声中醒来。辽国与泰国就以这条河划分两国的国界。我所在的地方是泰国最靠近中国的小镇，叫做千孔，对岸就是辽国的回塞。过去的58天，我们横跨了中国，期间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住了10天。旅途的第59天，我们终于回到了东南亚。千孔的吉祥物是这条大鲶鱼，象征着湄公河的富饶。这里距离中国只有230公里，中间隔着辽国北部，所以是中泰之间的主要陆路通道。泰国的农产品就从这里越过湄公河，在辽国装上中国来的大卡车，运入中国。客栈老板说，这里曾经满满的都是中国自驾游游客，生意很好做。直到2016年，泰国政府禁止中国车辆进入泰国，青孔的旅游业从此没落。曾经盛极一时的河边民宿也相继倒闭荒废，成了一个落寞的边陲小镇。只有大河上还有繁忙的货船，是千百年来千孔赖以存在的传统贸易方式。每次到泰国就可以租摩托车，像当地人一样穿街过巷，体会泰国的风俗和美食。我们记得台北的特色美食是烤水，于是我们找到这一家，是泰国游客来到千孔必吃的一家名店。不过万万没想到，他们原来卖的是西双版纳的烤水，也就是中国云南傣族的风格，所以跟想象中的不一样。接着我们去镇上的巴士站，搞清楚离开千孔的巴士时间表和票价。然后再骑个大概20分钟，去到山里的苗族村落。中午的山村非常宁静，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千孔的旅游业主打的就是这种平静的生态旅游，有时间可以在河边酒店住个2-3天，让身心沉淀。晚餐当然就像当地人一样，去夜市帮衬小摊贩的大哥大姐们。隔天早上坐上 tuk tuk 去巴士站，要坐巴士去清莱。这辆红巴士应该是离开千孔的唯一公共交通吧。说起清莱，票价是每人65巴。巴士的年纪少说都有40岁，表示维护得很好，还保留着木质的地板，金属的部分也擦得闪亮亮，没有冷气，只有电风扇，感觉就像停留在1970年代的巴士。巴士摇摇晃晃的在台北的田园之间走走停停。如果你想要知道40-50年前的人们是怎么出远门的，这趟车就很有 feel。2个半小时以后抵达了清莱巴士站。2007年来过一次，所以有一点印象。车站周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印象中车站外有个热闹的美食广场就不见了。这里是泰国最美的城市。清莱。我们住的民宿就在刚刚那座钟楼附近，这一带有不少清莱城的老店，其中有1-2家应该是中餐。除了这个可以加海鲜的粤式白粥，还有清汤鱼丸面，应该也是算中餐。当然还有烤水，就是这个脆脆的炸面条泡在咖喱汤里，是台北的美食之一。地道的台北香肠名店也在钟楼附近，还有这位肥妈卖的泰式汤圆是泡在椰浆里的，然后加雪糕和香椰肉，这种甜品叫做 Boloy， 意思是水上的莲花。肥妈 Boloy 也是清莱的名小吃，2007年那年我也来吃过。当时我们是从清迈开车去金三角，只能算是路过清莱，所以这次可以好好逛一回。1980到90年代的清莱地区曾经是国际海洛因贩卖中心，但是在大毒枭坤沙屠城以后，清莱如今已经成功转型，依靠山峦起伏的美丽地貌和凉爽的气候，成为了旅游胜地。
清莱最有名的当然是白庙咯，这其实是一座艺术作品，做的真的很极致。然后就是黑庙，黑庙其实不是庙，是一位艺术大师的私人庄园。接着还有蓝庙，比较冷门的还有在郊外的一座白观音庙。这些颜色庙宇就形成了清莱的主要旅游景点啦。接着我们骑摩托车去找比较有意思的景点，结果找到了这个在泰缅边境线上的一个军事哨岗。在泰国的1149号公路上，这条路有些部分会拐入缅甸境内，所以不到100米外，公路越近缅甸的地方，有缅甸军人持枪把守，寸土不让的意味很浓厚。相反，泰国这边空空如也，只有1-2个无武装的小兵，其他都是登山脚踏车发烧友。虽然骑摩托过去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最后我们还是原路返回。离开清莱，我们坐上 Green Bus， 是清莱到清迈之间的冷气快车，而清孔到清莱那辆古董巴士叫做 Red Bus， 一红一绿，很容易辨认。目前火车最北直到清迈，所以清迈以北的城市都只能靠巴士连接。清迈是一个气氛悠闲的城市，气候凉爽又有大城市的便利。在泰北的兰纳语中，清迈是新城的意思，相对的旧城其实就是清莱。兰纳王朝的孟买王在1296年建立清迈，从此清迈就成为整个地区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到清迈，我们也是重游故地。2007年那一趟自助游，没有手机导航，靠一张地图，租车自驾到金三角，还有泰国最北端的泰缅边界，隔壁就是缅甸塔吉令。现在回想，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清迈有一家猪脚饭，老板是一个大叔，给的鸡蛋是溏心蛋，无敌好吃，搞到我几乎每天都要吃。10多年以来让我念念不忘，但是这一趟怎么找都找不回。也许大叔早就退休了，只好是别摊的吧。还加猪肠，简直是胆固醇炸弹。我们把行李留在清迈民宿，轻装上路。幸运的租到这台 Honda CRF 250，码表上只有6公里，根本就是全新的新车。骑着帅气十足的新摩托，我们出发前往百镇。租这一台越野摩托车是有原因的。话说当年我们租普通的 100cc 杠仔，因为租车行老板提起摆这个地方，我们骑着摩托车就冲了。没想到骑到山里面差点没有油，然后因为当时还在修路，整条路都是烂泥，又加上下雨，根本刹不住车，差点就要撞山。吸取教训才租了这台。当时是高估了那台小摩托车，又低估了山路的状况，结果当年根本就到不了100，直到了个油站，打满油，再用水瓶打包了2瓶汽油，就灰头土脸的往回走了。因为怕天黑回不了清迈。万万没想到10多年后有备而来，可是人家路早就修好了，所以越野摩托车的性能派不上用场。不过骑到镇里，我就全場最靚仔啦！我發誓是真的有妹妹說，哇，好帥啊！當然，妹妹說的是那輛車，不是我。我们在百住了下来，隔天起早到山上看日出，然后出发前往梅洪顺。从清迈到百到梅洪顺，是摩托车骑士之间闻名的骑行路线——梅洪顺路北边部分。自驾摩托车就可以随心的走，途中可以转进一些乡村泥路，碰碰运气，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好地方。这个山路尽头的电视塔站就是其中之一。骑到上面可以看到全山，从入口到这里的山路极小，是附近村民上来吹吹风的好地方。还有2只野狗的带路，把我带到他们的风水位吹山风。走走停停，从百到梅洪顺要4个小时。这里离缅甸不远，是泰国西北的偏远小镇。镇上还可以看到木建筑的老店铺，镇里最大的佛庙，建筑样式很特别，应该是缅甸风格吧。整座都是木建筑，外墙有很多银色的吊饰，跟普通泰式庙的风格很不一样。庙里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陈列一些老雕塑，还有一些精美的老经书。可惜解说牌都只用泰文，根本看不懂。这里还有一张地图，图上的旗帜我还以为是中华民国，大家来猜猜看，这是哪个国家的旗？
从梅洪顺原路返回到柏，已经是晚上快9点了。隔天早上好好享用了一下柏民宿的设施和早餐，就回到清迈继续住在之前那一家民宿。这家 Good Sleep 民宿地点不错哦，每天还有老板娘做的香蕉 muffin 做早餐，详情我放在解说区里，方便大家参考。附近也有一些老字号餐厅，比如这间清迈华人的海南鸡饭，叫做 Kiat Orchard Kamangai， 是清迈的名店。有趣的是，在泰国，海南鸡饭和猪肉沙爹像是一个中餐配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没有这样的习惯。民宿走出来就是清迈周末夜市的起点，要找好吃的来夜市就对了嘛。COVID 3年后的2022年，看回去2018年清迈夜市的熙熙攘攘，真的蛮感慨的。但是我猜2023年就会恢复了吧。时隔10多年再来清迈，发现清迈的庙宇变得很豪华。当年清迈的庙宇非常老旧，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破败，但是现在好多都扩建或是重新粉刷，从里到外都金碧辉煌。旅游业带来的财富，从焕然一新的庙宇可以感受到。这幅新壁画描绘了一场大战，仔细看，画中白衣士兵的装束像是缅甸人。缅甸和暹罗两国的王朝之间的战争，从16世纪开始打了300多年，直到1886年，缅甸的贡榜王朝被英国灭掉为止。缅甸从此滑入英属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在1948年才重新独立。无奈军阀割据，政局动荡，到今天依然一蹶不振。民宿老板娘说，有许多缅甸来的无证劳工在泰国打黑工。到了该把这台 CRF 250还回去的时候了。拿车的时候码表上才6公里，还车时606，租了3天，正好跑了600公里。10天前，我们已经提早到火车站买了清迈到曼谷的车票。买车票要带上护照，柜台很常接待外国游客，所以一般买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第一次坐泰国的卧铺火车，车厢设计跟中国的完全不一样，餐车的配色还很雅致，绿茶色的座位有日本火车的配色感。餐车里的菜单都是泰式菜，选项蛮多的，可以从这里点餐，晚饭时间会直接送到你的座位。这趟清迈到曼谷的快车，前车卧铺，2018年的票价是上铺941baht，下铺1041泰铢，全车有冷气。太阳下山之后，车内还蛮冷的。晚餐也在这个时候送到座位上，味道是不错的。在中国我没有试过在火车上点餐，一般都是提早打包了带上车吃。晚餐过后，乘务员就过来把所有座位打开变成床。无论你所见，泰国的卧铺火车干净明亮，清洁卫生做得很到位，厕所也干净，所以也不用担心。入夜以后，除了偶尔经过夜间车站，什么也看不见。火车上的屏幕显示有经过阿尤达亚，所以我们改变主意，根据屏幕上显示的时间，自己调好了闹钟。隔天清晨5点便在阿尤达亚下了火车，但是这个时间太早了，根本没办法到民宿去 check in， 只能坐在火车站等到天亮。火车站对面恰好有个早市，服务那些坐火车到曼谷上班的人群。阿尤达亚车站可以说是古色古香，1896年初建，1921年有重建过。里面这些木凳子和一些建筑结构，应该都比我年纪更大。天亮以后，在站前早市吃了碗粥，坐上小船越过护城河，进入老城区。所以这趟长途旅行，连3板船都坐过了。河边就有租摩托车的，就直接在这边租，回程的时候就容易得多。从多山的台北来到这里，很明显感觉阿尤达亚是一个地势平坦的小乡镇。阿尤达亚的中文名是大城，因为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这里曾经有过一座辉煌的城市，是当时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也是区域的佛教中心。
因此这里有很多非常古老的佛寺遗迹。767年，经过14个月的围城，大城最后被缅甸人攻破，大城彻底被洗劫。在经历了400多年的风光以后，整座城市从此成为废墟。在全盛时期，这里有来自欧洲、西非、阿拉伯、南亚、中国、日本、爪哇岛的商人。Thai trading ships called Siamese junk when they visited Japan remains in Japanese paintings of the time. In Japan of the 17th century, when Ayutthaya prospered, after the Battle of Sekigahara, Tokugawa Ieyasu, who became shogun and unified the country, proactively promoted overseas trade and started Red Seal ship trade. Ships going overseas were given Red Seal letters, which were letters from the Bakufu, military government, permitting voyages. Only ships with such letters conducted trade with the count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Europe. According to records, in just the years from 1604 to 1616, 195 Red Seal ships were sent to Southeast Asia. As trade increased, Japanese villages were built in each area, and a large Japanese village was built in the most traveled to destination 36 times, Siam, today's Thailand. That is the Ayutthaya Japanese village of that time. On the outskirts of Ayutthaya Center, where the Chao Phraya River heads south, the Japanese village is on the east bank.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纪录片里说的日本村的地点。日本政府在这里建了一个纪念公园，里面的博物馆做得挺好，着重介绍东南亚的古国际贸易。喜欢历史的朋友应该到阿尤达亚。除了古佛寺和大城废墟，日本人纪念公园里的博物馆也不要错过。可以从曼谷坐火车过来，安排个2天就够了。之后我们继续前往曼谷，坐的是这种城际火车，每个人20泰铢。这车很旧，没有冷气，就算开了窗、开了风扇还是热，而且超级无敌慢，时速只有40公里。这是2018年当时还在建造中的 Mangsu Grand Station， 曼谷的高铁和普通铁路加地铁总站。这个东南亚最大的铁路枢纽中心，在2021年8月已经正式启用了。旅途的第72天，我们抵达了曼谷的老车站虎阿兰蓬。这个老车站，相信很多喜欢自助旅行的观众们都很熟悉。它在1916年启用，直到2022年为止是服务了106年。可想而知，这座车站是多少到曼谷打拼的泰国人的珍贵记忆。虽然来过泰国很多次，可是这是我们第一次坐火车到华兰蓬。而且是从中国一直坐到这里。原本以为Bangsu Grand Station 会取代这里，成为曼谷的中火车站，而华兰蓬会成为火车博物馆。但截至2022年9月，
华兰蓬还是个正常运作的火车站。由于3天后还要坐火车南下回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直接住在火车站对面的这间酒店。酒店的名字就叫做 At 华兰蓬 Hostel， 每晚1000泰铢，而且地点优越，就在唐人街亚瓦拉的旁边，所以酒店周边就有许多传统老华人的老字号美食。第一家就去吃板凳咖喱饭 Khao Keng Jack Pui， 卖的是泰式咖喱饭，是一家经常大排长龙的老店，没有桌子，只有塑胶凳，但是我们去的迟了，没有什么菜可以选。接着是这个在泰国的百年街市达拉朗隆，1900年开业，据说是全泰国第一个陆地上的大市场，所以这个社区应该是120年前曼谷最热闹的地方了。如今里面好多都是几十年的老字号美食，真的好多好多。来这里是为了这家朗冷牛肉汤，已经开业了70年，经营了3代人，老板是泰国华人。浓郁的牛肉汤，分量十足的牛肉，真的非常美味。哇哦，好佳！接着就是这家杏粿条汁菜，是我这一趟最念念不忘的美食，就是被这张照片吸引进去。这个在马来西亚叫做香白麦或者瓦盘河，就是炸过的面条或是米粉，淋上浓浓的勾芡蛋汤。哇哦，好佳！算是粤式口味吧。离开曼谷那天还特地再倒回来，饱餐一顿才上火车。在曼谷吃吃喝喝，3天以后坐上火车，继续往南到海牙。这台南下的卧铺火车就比清迈那台老旧多了。下午3点开行，隔天早上7点会到海牙，也是夜班车，看不到沿途的景色，但是睡一觉就到目的地。2018年的票价是上铺835 baht， 下铺905 baht， 全车冷气。火车沿着泰国的东部海岸南下，在清晨抵达泰国南部最大的城市和爱。这个站的正式名称是海牙江盛和爱路口，因为火车路在这里分成2个方向，一个往南进入马来西亚，一个往东去雅拉。其他国家的游客可能不怎么听说过海牙这个地方，它是泰国最靠近马来西亚的大城市，一直到30年前都是吸引新马嫖客去打卡的红灯区。在那个还没有廉价航空的时代，想去海牙消费的一般都坐长途巴士。直到今天，这些跨国巴士都还是有的，不管从吉隆坡还是新加坡，坐夜班车隔天早上就能到。从新加坡是从 Golden Mile Complex 买票上车，这个地方也是新加坡的小泰国，里面都是泰国娱乐场所。2022年5月份被列为新加坡的受保护建筑。隔天，我们坐上了此行最后一趟外国火车。这趟车也是类似阿尤达亚到曼谷那种老旧火车，没有冷气，同样也开得很慢。可是经常满座，大多数是从北马过来购物的旅客。泰国境内最后一站巴当布萨，这个站其实分2边，另一边在马来西亚境内，同样也叫做巴当布萨。巴当布萨在马来语里面是大草地的意思，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大平原。从和爱出发1个小时以后，终于进入了马来西亚。旅途的第78天，终于踏入马来西亚的国境。接着我们坐渡轮去槟城，休息了1个星期，在第85天才真正回到老家，结束了2个月又20天的陆路跨国之旅。12000公里，13个中国城市，1个哈萨克斯坦城市，5个泰国城市。我们来总结一下在国外75天的旅费。从吉隆坡飞到上海是马币900 ringgit， 哈萨克斯坦飞回西安是马币1290 ringgit， 中国境内坐火车的总旅费是马币4370 ringgit。 上海、义乌、武汉、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霍尔果斯飞回西安、成都、重庆、南宁、昆明。除了乌鲁木齐到霍尔果斯那一段是绿皮卧铺，全程高铁，大部分1等座。泰国到马来西亚部分，从昆明到泰国，然后泰国回到巴当布萨，总花费是马币1480 ringgit， 全部加起来，基本行程费用是马币8040 ringgit。以上数目是2个人的费用，坐1个人的话，那就是马币4020 ringgit。如果全程坐普通绿皮火车或是巴士，这个数目还可以更低。
大家觉得这个费用有比想象中高，还是比想象中低呢？先给我们点个赞，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大家哦。